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很大可能在今年或明年会被淘汰的统帅。这里所说会被淘汰的统帅呢，是根据之前最强的7队搭配、最强的5队搭配所挑选出来的。老规矩，我们还是从骑兵先开始。在原本的搭配是司机贞德、霍去病威廉，又或者是司机威廉、霍去病贞德。已经证实被淘汰的就是威廉，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威廉其实很早就应该要下岗了。但是骑兵统帅迟迟等不到一个适合的人选来替代掉位置，直到了最近官方推出了不少优质的统帅，就比方说腓力二世。那其实在腓力二世出现之后，是可以替代掉威廉的位置去搭配霍去病了。当然除了腓力二世之外，更加可以直接替换掉威廉的位置的就是亚瑟王。不过还好在之前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不要再去培养威廉了，又或者是卡技能使用就可以了，又或者你们可以挑选其他的统帅搭配。所以我相信目前还有在使用威廉的玩家，应该都是那些老玩家，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了，不应该是那些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玩家会说威廉的技能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但是你们要知道战场是会变化的。比如说威廉的 debuff 可以让对方的技能伤害增益无效，那现在还有多少位统帅依然还是使用技能伤害？重击伤害统帅、真实伤害统帅还有连击伤害统帅都不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威廉能够针对的统帅已经在逐渐减少了，但是怒气回复依然还是有用的。但是比较起腓力二世的所有伤害提升，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要选择哪一个了吧。虽然腓力二世没有怒气回复，但是它可以让命中的部队怒气减少100点。至于用亚瑟王来跟威廉做比较呢，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毕竟亚瑟王还是纯输出的统帅，如果比较起 buff 跟 debuff 的话，肯定是比不过威廉。但如果是比较起输出，威廉肯定是比不过亚瑟王的，而且亚瑟王还有 AOE。不好意思，我应该说真正的 AOE。所以以目前最强的队伍搭配来说，威廉是肯定被替换掉了位置。下一个可能被淘汰的就是司机，没错，你们没有听错，就是司机。我在这个赛季明显感受下来，司机是好像真的变弱了。要在以往的 KVK 司机的报告都不会说特别糟糕，就算糟糕真的只是冲进人群里面被人家打到很糟糕而已。但是在这一次 KVK 的表现呢，确实是很糟糕，而且报告时常是垫底的。那也是一样的情况，司机很容易冲进人群里面，很难去控制，这个是其中一点。再来第二点就是司机的爆发没有像现在的统帅这么多输出，也没有像现在的统帅这么高了。因为现在就连有 AOE 的统帅的直接伤害都已经超过司机的伤害了。司机身为单体统帅，他的直接伤害有2300，在早期来说确实是很高了。但是现在的 AOE 统帅，我们来看一下亚瑟王，可以攻击到3个目标，2次连击伤害。虽然这边系数只有写1400，但实际上是打出2800的伤害，不管是连击伤害还是直接伤害都是2800，更别说还有额外伤害、额外的爆发。至于朗纳尔觉醒之后就有2200的伤害，3个目标，虽然比司机少了100，但是你们要看另外一段，命中的部队还会持续2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200，也就等于600。然后朗纳尔可以攻击3个目标嘛，等于说朗纳尔的伤害就是2200加1800。你们觉得这个伤害够高了吧？有 AOE 的统帅呀，所以目前来说，司机的输出已经是不够看了。因为正常来说，单体统帅的输出应该要比 AOE 的统帅输出还要更高才对。虽然司机也是有一些 debuff， 但他最大的致命伤还是没有 AOE， 他只能针对一个目标而已。像以前我们攻击的方式是针对一个目标连续的追击去攻击，所以我打出来的报告会比较好看。像现在我们战斗的环境已经变成拉扯了，就变成说你每一次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同一个目标，你所打出去的 debuff 可能不是在同一个目标身上。但假设司机是有 AOE 的，然后他的 debuff 效果可能就是有一点像腓力二世这样子，让命中的部队都会受到 debuff 的影响的话，这样子就会比较好。但很可惜没有如果，所以我们必须得放下司机了。我也知道这个很难做到，毕竟司机还是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玩全骑兵的玩家的话，或许你还可以不需要放下司机，但如果你是用最强的7个部队、5个部队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换下司机了。那假设把司机换下来之后，你们的骑兵要怎么去搭配？现在最优先应该要培养的骑兵就包括亚瑟王、霍去病、贞德。当然我也知道 CVO 有推荐贝利了，但是贝利呢是属于那种需要去围殴旗帜、围殴要塞的玩家需要用到的。
正常战场来说，其实贝利也是不太好用，而且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他有 debuff， 他攻击一个目标，以现在的拉扯方式来讲的话，他那个 debuff 打在对方的身上不一定是同一个目标，所以有很大可能你那个目标会一直转移来转移去。所以比较起贝利，我会更加推荐大家去培养菲利。我知道菲利二世并不是骑兵统帅，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把菲利二世当作是骑兵来用了，反正他什么兵种都可以用。所以之后你们可以选择的搭配就是霍去病贞德亚瑟王搭配菲利二世。至于霍去病贞德应该不用解释吧，还是一样用楔形阵，但是亚瑟王跟菲利的搭配呢，到底要用三线阵、拱形阵还是用什么其他的阵型？像我之前所说的，如果你没有三线阵专属的话，你就依然用回拱形阵。那现在是已经有军器转换了嘛？那假设说你现在的军器刚好都是有专属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转换过去三线阵。但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没有这么多专属，所以你们还是用回拱形阵吧。那这边我先做个预告啊，接下来会被淘汰的骑兵统帅是哪一位？那坦白说，我觉得目前的骑兵来说，应该不会再有被淘汰的情况了。就以重击伤害的统帅为例，如果官方他们真的想要去完整个三线阵的体系，也就是连击伤害的话，接下来他们推出的新的骑兵统帅应该也是三线阵了，可以完美的适配亚瑟王，所以有很大可能新的骑兵统帅将会是一个辅助统帅。当然我们刚推出骑兵统帅了，如果要等到新的骑兵出现，应该要等到明年了。所以以目前来说，霍去病贞德还有亚瑟王你们可以放心的使用，暂时来说不会被淘汰的，至少到明年之前是不会被淘汰的。但也有很大可能年度统帅是骑兵统帅的话怎么办呢？所谓的年度统帅就是像朗纳尔这样子啊，就是无意间突然跳出来的一位统帅。那假设真的是出现的话，我也觉得也有很大可能是搭配亚瑟王使用先因为我老实说，菲利二世搭配亚瑟王不是最完美的搭配，我实际测下来其实用刘彻搭配菲利二世是最合适的顺便这边应该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啊，原来亚历山大的爸爸就是菲利二世，也就等于说刘彻原本是用着他儿子，现在换成他的爸爸。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老的更厉害呀。只是因为刘彻搭配菲利二世跟搭配亚历山大的差别不会差距特别大，所以才把菲利二世丢给骑兵使用。但我总感觉年度统帅很大可能是工兵啊，因为现在工兵统帅确实有点尴尬。不过如果等到年度统帅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年尾，年尾应该是新的工兵统帅出现的时间，有很大可能会撞车，所以又有很大可能是骑兵统帅。这边还蛮纠结的。也有不少的观众问我现在我的5队骑兵到底是怎么搭配的。那其实我现在5队的骑兵搭配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用司机威廉、霍去病贞德、萨拉丁里程碑、项羽贝利。那原本我是用查士丁尼搭配本多忠胜的，但是我要把这个队伍换成亚瑟王搭配菲利二世了，这就算是我目前的骑兵搭配吧，又可能我之后会调换一下位置。当然我在之前有说过司机总是跑得太快会卷入人群里面然后被打死的问题呢，其实我在这一次 KVK 也有尝试过，我用司机搭配李珍贵去测试过，因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时常卷进人群里面嘛，确实用那个搭配之后不会这么容易进入人群里面，但是最后打出来报告依然还是惨不忍睹。但是同样的情况我用霍去病搭配李珍贵，可是效果出来是好的。所以我认为司机的问题不是只有在速度方面而已，还有包括他的输出跟爆发，还有他攻击的速度，像霍去病攻击的速度显然就是比司机更快。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啦，如果目标是没有拉扯的方式在跟你打，只是站着跟你战斗的话，那司机的报告依然还是 OK 的。不知道有多少位玩家跟我一样的情况啦。以上就是即将要被淘汰或者是已经被淘汰的骑兵统帅，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